所有人都羡慕我，找了个漂亮又多金的总裁老婆，但没人知道，在我生日那天，她却给别的男人过生日。祝司礼生日快乐！谢谢大家，来干杯！生日快乐！干杯！干杯！要我说啊，齐司礼才是好男人，青春根本配不上你。我也喜欢齐叔叔，他会送我很好的玩具。结婚5年，我的好老婆心里却一直装着自己的白月光。程程，这是你要的玩偶。我不要你的玩偶！程程，你怎么能摔爸爸送给你的礼物呢？毕竟那是爸爸亲手给你捏的玩偶。我有齐叔叔送我的玩偶。就连我女儿也喜欢老婆的白月光。你还没吃饭呀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今天有点忙，不用等我。你说的忙就是给齐司礼过生日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晴川，我刚从国外回来，又好多年没见，所以就回来晚了一点。我替雪原给你道歉。你不用跟他道歉，他不过是我们林家的一个赘婿，管得倒挺宽的。晴川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老婆离心，女儿厌恶。既然如此，林雪颜，我们离婚吧。你说什么？这是我准备好的离婚协议，你签个字吧。晴川，你别忘了，这5年你吃林家的，喝林家的，就连你身上的衣服都是我给你买的。字我已经签好了，我会净身出户，不带走林家任何东西。照顾好程程。啊，雪颜，可千万不要因为我影响了你和晴川之间的感情啊！实在不行，我这就回国外去。我就不信他舍得林家赘婿这个身份。我赌3秒，3秒之内，晴川肯定乖乖回来。3、2、1。哎，这个废物还真走了！滚，让他滚！太好了，可以换爸爸了！这5年来，我放弃一切，如今，我也是时候为自己而活了。秦阳，我决定离婚了。楼下停了5年多的迈凯伦，怎么突然开走了？可能是它的主人回来了吧。成哥，恭喜你，您这位歌坛天王终于彻底想开了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哎，对了，成哥，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先找地方站稳脚再说吧。这还不简单？
姑娘们，想不想听这位歌坛天王唱上一首啊？好想。哎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！朋友们，接下来我川哥给大家带来一首《梦想时分》。好，好。这谁啊？新来的主唱吗？长得好秀气啊！哇，主唱不仅长得帅气，浑身还散发着人肤感，真想撩啊！难道是他？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，你的心中满是伤痕。你说你犯了不该这嗓音，犯的这腔调，就是他，消失了5年的歌坛天王秦川。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。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。我不喜欢酒吧这种地方，我们回去吧。哎呀，来都来了，你好不容易才摆脱了秦川那个牛皮糖，今天晚上就当给你庆祝了啊！你别说啊，这主唱唱的还真好听的，这要是去参加唱歌比赛，肯定能拿奖。秦川？什么？这歌是他唱的？雪妍，你知道秦川会唱歌吗？你们结婚5年，你都不知道？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，你的心中满是伤痕。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，雪妍，秦川说的不该爱的人，不会是你吧？绝对不可能。伤心总是难免的。秦川，结婚这5年，我让你很伤心吗？好，可以唱的不错，是不错吧？啊，真好听啊！好了，川哥，你唱的太好了！帅哥，没想到你唱歌这么好听，我们可以认识一下吗？你是？我叫艾薇，是这家店的老板娘，咱们深入了解一下，可以吗？住手！你不许碰他。秦川，虽然我跟你离婚了，但你也不允许去碰其他女人。林雪妍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秦川，你太过分了！前脚刚和我妹妹说离婚，后脚就跑过来勾搭人家女老板了。我勾搭人家女老板？不是他勾搭我，是我勾引他。我不管你们谁勾搭谁，秦川，你跟我回去。林雪妍，我做什么跟你没关系。跟我回去。我说，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田雪妍，你迟早会明白，离开我川哥是你这辈子做的最错误的决定。美女，这好的男人不等人。你的老公我预定了。帅哥，等你领到离婚证，记得通知我一声。我呢，要当第一个追求者。凭什么？凭什么那么多人替他说话？凭什么他连会唱歌这种事情都要瞒着我？哎呀，别看了，走了。啊，川哥，听说你离婚，特意给你准备了这套房子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。虽说咱俩都姓秦，可你也不用这么大方吧？川哥，当年如果不是你的帮忙，我们家早垮台了。以后呢，如果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，尽管开口，我就算豁出所有家产，我也倾力相助。那。
蓝总，你暗恋了10年的秦川师兄找到了。什么？他现在在哪？真的是秦师兄。上学的时候我不敢表白，所以才错过了他。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错过他。这个视频流出的地点在哪里？在你的好闺蜜艾薇的酒吧里。艾薇这个浪蹄子，她一定会猛烈追求秦师兄的。我一定不能让任何人和我抢师兄。对了，去给我报一个烹饪班。听说要抓住一个男人，就要先抓住他的胃。我要学习烹饪。要不然还是算了吧，姐。你忘了上次差点把厨房炸了。这个月的工资给你涨20%。真的，姐，我现在就去办。秦师兄，这么多年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会追到你。暗恋10几年的长鹏，也应该由我画上句号了。川哥，我这给你安排2个18岁保姆多好啊，干嘛自己瞎忙活啊？这不是有你的吗？怎么，你不打算帮我呀？别，我还是算了。你让我出钱，我可以；你让我出力，真没用。川哥，这身材也太好了，你要是开直播，那肯定爆火。抱歉，本人卖艺不卖身。妈，你说了可不算。宝贝儿们，极品单身人夫在线征妻。这是我川哥，刚离婚，多才多艺，有颜有钱，在线征妻，手慢无，快点来哟！妈呀，主播这是谁啊？这也太帅了，真是极品人夫啊！我要给他当老婆。老板娘，你快看，昨天那个帅哥歌手在线征婚呢。什么在线征婚？刷，给我刷钱！我呢要当他的榜一大姐姐。蓝总，不好了，你的好闺蜜艾薇已经对秦川下手了。什么？他居然敢跟我抢师兄！你们看，林总的老公长得可真帅，那腹肌若隐若现的。他唱歌的视频你们看了吗？这要是去参加选秀，那肯定会是冠军啊！没想到总裁平时吃这么好，真是羡慕死人了。就是啊，快看，好帅啊！你们在说什么？林总，我们是在说直播，没说什么。没什么。秦川，他又在做什么呀？秦川，你故意激怒我，想让我生气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再也不会对你有任何情绪波动了。可为什么我心里还是空落落的？难道是舍不得秦川吗？不，是他要跟我离婚，我从来没有对不起他。秦川，你居然现在敢不接我电话？怎么了，我的林总裁？谁惹你生气了？呀，这不是秦川吗？没想到他为了赚钱，居然开始直播擦边了。他现在离了林家以后什么都不是，想要活着，自然要不择手段。不过，你们离婚的消息还没有公布，而你的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，你说他整这一出，是不是想败坏你的名声？什么？他敢？啊，他直播的这个地方，我好像知道在哪里。他在哪直播？你带我去。李雪岩，她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
秦川，你好歹也是我林家赘婿，怎么能为了赚钱这么毫无底线？你说什么？明明是你提的离婚，明明是你说的净身出户，现在却跑来做这种事情，你不就是为了让我难堪吗？有病！晴川，雪妍的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，你却跑到这里来当擦边主顾，你这不是诚心扯雪妍后腿啊？擦边主顾？如果让川哥知道我刚才在直播，估计得揍死我。行了，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这张卡里有10万，只要你跟我回林家，这10万就是你的了。林雪妍，直到现在你都还以为我到林家当赘婿只是为了钱吗？你说什么？青川，我知道，男人都有自己的尊严，可你都已经跑来当赘婿了，你说你不是为了钱，为了什么啊？嫌少是吧？我给你30万，只要你不离婚，这样够了吧？才30万啊，这么抠门？区区30万就想把秦大帅哥领回家，美女，你未免也太小气了吧！30万就想把秦大帅哥领回家，你未免也太小气了吧！秦大帅哥，能不能被我包养一下？我呢，出300万。又是你！我跟秦川说话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了，毕竟你可是我的情敌嘛，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秦大帅哥被你抢走。哼！怎么样，秦大帅哥，要不要考虑一下？我靠，川哥，要不你就答应人家呗，300万，一把上岸。秦川，你不准答应！林雪妍女士，我们已经决定离婚了，我想做什么和你没有关系。青川，你就别和雪妍置气了，毕竟你离了林家呀，要车没车，要房没房，你怎么生活呀？谁说他没车没房了？秦川，跟了姐姐，兰博基尼，我的酒吧，钱，当然还有我的人，都是你的。秦川，你要是敢答应，从今往后不准你踏入我林家大门半步。哼，是吗？求之不得。霸气啊！羡慕川哥每一天。太好了，帅哥，你是我的了。美女，你怎么还好意思待在这儿？安老板，谢谢你替我解围。可我刚刚说的全都是认真的。好了好了，不逗你了。我是刚刚看到你下播，所以过来看看你。下播？什么下播？对啊，如今你可是大网红了。你看，这肯定是秦阳那家伙干的好事。秦阳，川哥，我也是为你幸福着想。你给我站住！秦大哥是，总有一天我会拿下你的。走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曲凯威，居然敢跟我抢师兄！气死我了！打工人好惨啊！咱就是说，这钱是必须挣的吗？不就是钱吗？我做的是，去给我师兄找一个能画画的地方，价格随便他开。哥，你别打我了，人家都走了，我下次再敢乱来，我还收拾你！我知道了，哥，我不也是为了你的幸福考虑吗？
您就是秦先生吧？我是阳光幼儿园的张老师，有些事情想麻烦您一下。阳光幼儿园，这不是思成的学校吗？张老师，你稍等一下，我这就下来啊。张老师，您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们今天看了您的直播，我们院长对您的画画技巧非常佩服，请问您可以帮我们画2幅墙画吗？强化？我们操场对面有2面墙一直空着，之前也请过别的画师，但我们院长一直都特别不满意。直到今天，他看了您的表演，他非常满意。请问秦先生愿意接我们这单业务吗？这里是2万定金，事成之后还有20万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偶尔动动也不错。不过20万，30万，只要您愿意画画，我们可以给30万。我是想说20万会不会有点太多？怎么突然涨价了？双倍60万，只要秦先生您愿意画画，我们可以给60万。走吧，那去实地考察一下。好。不愧是我川哥，走到哪儿都有美女送颜。这也太帅了吧，身材又这么好，真羡慕他老婆。秦先生，就是这2面墙了。60万在这里，您看您什么时候开始画作？直接把钱给我，你就不怕我画的不好？我相信您的实力。另外，您完成绘画之后，我们会邀请学生和家长一起打分，希望您到时候参与一下。家长，也就是说林雪岩可能来。秦先生，我们这也是希望让更多人看到您的画作，您谅解一下。好吧，我答应了。太棒了，谢谢你。所以你今天找我来，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喜欢了5年的人，现在又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决定要拿下他。那你准备怎么追他？当然是在他隔壁找个房子，跟他先做邻居。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，然后再来个师生诱惑。魏烨，你没事吧？你这么激动干嘛？巧了，我喜欢了15年的人也出现了。秦昭还没回来吗？这都过去快2天了，秦先生一个电话也没打，不会是出了什么事情吧？你先去吃饭。他这脾气还挺大，既然他想吃苦，那就让他吃。如果他回来，不准他踏入林家半步。可是，妈妈，这粥不好喝，我不想喝。难喝？周姨，这个粥怎么跟之前味道不一样？林小姐，您和小小姐喝的粥是秦先生凌晨4点钟起来，花整整4个小时亲自熬的粥。之前喝的粥都是他亲自熬的？没错，包括接送小小姐上学，给小小姐梳洗，都是秦先生亲力亲为。这家里又不是没有佣人，他做这些干什么？小姐，难道您忘了吗？秦先生入赘林家后，您不止1次提到过，让他入赘，不是让他来享福的，要让他看清楚自己的身份。秦川，我招你来林家当赘婿，不是让你享福的。雪岩，我画画是在这。闭嘴！再让我看到你画画，别怪我把你从林家赶出去。
从那时以后，事关您的事情，秦先生一直亲力亲为。我林家让他入赘，他做这些不就是应该的吗？妈妈，你们别吵了，赶紧给我扎发型，我要双丸子头。说，程程，今天和昨天一样，还是扎马尾好不好？哎呀，我不要！我已经3天没有换发型了，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嘲笑我，我不管，我就要让爸爸给我扎发型。秦川，又是秦川，难道跟秦川离婚真的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吗？叔叔，这是你画的吗？真厉害！我以后也要像叔叔一样，成为一名画家。那叔叔教你们画画好不好呀？我也要学，我也要学。好。这好像是秦思成的爸爸。秦思成，快过来，你爸爸在这里。秦叔叔，秦思成在破坏你的画。秦思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个坏爸爸，光教其他小朋友画画，不教我，我讨厌你！思成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哭了呀？是秦思成，是他突然跑过来，开始破坏秦叔叔在墙上画的画。没错，要不是秦叔叔及时拦下，这幅画可就惨了。什么？秦先生，既然是你的女儿，你要不带回家教育吧？我要跟着坏爸爸，我不要跟坏爸爸回家，我讨厌他！没想到像秦先生这样长得帅又有才华的男人，居然会被女儿这么嫌弃。那我联系思成妈妈。思成同学，你破坏了墙上的画，你能不能告诉老师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？爸爸光跟其他小朋友玩，不跟我玩，我讨厌他。我爸爸光跟其他小朋友玩，不跟我玩，我讨厌他。程程，就算你再怎么讨厌我，也不代表你可以故意做坏事。而且，故意犯错的小孩子是很容易交不到朋友的。我不想交朋友，除非你现在向我道歉，保证不跟其他小朋友玩，不然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。程程，需要道歉的是你，因为你做了错事，犯错了就应该认错道歉。我不管，我没有做错。思成，乖乖听话。我不想你当我爸爸了，我不喜欢你了，我要让亲爸爸来。喂，秦叔叔，坏爸爸在学校欺负我，你快点来！妈妈，小公主，再哭可就不漂亮了。听齐叔叔的，你不哭，叔叔就带你去吃铂金冰淇淋，好不好？抱歉啊，张老师，您能先带他回一趟教室吗？我们有事情要谈一下。好。秦川，再怎么说，晨晨也是你的女儿，她不就是毁了你一幅画吗？你这么指责她，是吗？不就毁了一幅画，做错了事就要认罚，这是最基本的是非观。可她才5岁，你跟她说这些，她又听不懂。她已经5岁了。够了！什么做错了事情就要认罚？你不就是借着教育孩子的话题，来跟我提复婚吗？我想和你复婚。你不就是为了你那点可悲的自尊心，所以故意让程程的老师把我叫过来？只要你现在跟我认错，我可以考虑跟你复婚。我有说过要跟你复婚吗？
林雪妍，林大小姐，我是喜欢钱，包括我来幼儿园画画也是为了赚钱。但你误会了一点，我不会再因为钱出卖我的感情。别狡辩了，青川，你无非就是想引起雪妍的注意吧？哎，可你这样会让雪妍很累的。的确，用这种下作的手段跟我提复婚，我很讨厌。跟你们没法沟通。好，你成功了。只要你现在跟我回家，我不仅同意跟你复婚，还可以考虑每个月给你2000块。1个月2000块，就想让秦先生回去？林女士，你未免有点太小瞧林先生了吧？这是我们阳光幼儿园的院长，朱院长。这么年轻，居然就当上了幼儿园的院长。朱院长，朱院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哦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秦先生今天给我们幼儿园画的2幅墙画，价值60万。2幅画，60万？这怎么可能？这就吓到了。30万能请到秦先生，是秦先生给我们面子。事实上，经估算，这2幅墙画实际价格是120万。秦先生一天画的2幅画就能价值120万。林女士，你现在还觉得你1个月2000块有资格带秦先生回去吗？不可能，他不过就是我林家赘婿，怎么可能几幅画120万？无知！像你这种自大的女人，永远看不到秦先生的优秀。什么？2幅墙绘100万？蓝总，你对秦先生也太好了吧？秦师兄可是我们美术学院的天才，上学的时候1幅墙绘价值20万，所以100万我还嫌少了呢。林女士，我们幼儿园不欢迎你这样的家长，所以请回吧。青川，我等着你后悔来求我的那天。朱院长，120万买我2幅画，是不是贵了点儿？不贵不贵，一点都不贵。秦先生的实力完全值这个价格。可是张老师，30名家长不是都已经准备好给秦先生的画评分了吗？快带着他参加活动去吧。好的，院长。秦先生，请吧。啊，还好我机智，不然计划就全泡汤了。蓝总，计划圆满完成，干得不错，年底再给你加50万奖金。Yes！ 开不开心？拿着。赶快回家给你切红烧排骨。林雪珍怎么也在这里？哟，秦川，这是外面混不下去了，故意到幼儿园来找程程啊？我来这儿只是接了画画的单子。画画的单子，你倒挺会找借口。这样吧，看在你是程程爸爸的份上，给你个机会，只要你跟我妹妹道歉，可以让你回林家。就算道歉，也应该是林雪妍向我道歉。秦川，既然你给脸不要脸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各位，希望大家给我一个面子。今天各位要是能帮得了我们林家，日后林家必有重谢。可是这个话术明明这么好，你却让我们打低分，这是不是不太好啊？蒋女士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老公的贸易公司好像跟国内的一个供应商关系密切。那你知不知道，我妹妹跟那个供应商也很熟？各位小朋友和家长们，你们手里有一张白色磁吸卡，拿起手里的笔，写下1到5的数字，为这2幅墙画评分。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人家幼儿园有活动，你个当妈的不来，我这个做姨妈的能不到场？放心吧，
看我怎么替你出气。秦川，看在夫妻一场的情面上，你现在乖乖回家，我不让你难过。痴心妄想。行，就算你的话值钱，但现在在场这么多家长给你打低分的话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我相信大家还是有审美能力的。好，今天就让你死的明白。感谢我们第一位家长的评分。哼。秦川，你不要后悔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张老师，这几天学校事情太多，我没迟到吧？这人是谁啊？人家可是美院最年轻的教授，学识高，长得又漂亮，名气大的人。居然能在幼儿园看到如此浓烈又极具个性的配色，连线条和笔锋都非常棒，我真是太兴奋了。张老师，我能认识一下这位画家吗？我想让他给我们的学生上个讲座。当然可以，他就在我们现场。欧师姐，您过奖了，我还没有资格给学弟学妹们上课。真的是你，2019届的秦川，我们美院迄今为止50年内都不曾出现的天才画手。天才手！他以前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我对他似乎一点都不了解？秦川，这些年我本以为你能登上国际舞台，可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你竟然渺无音讯，你这是在浪费你的天赋。欧师姐，您说的也太过了吧？看你轻描淡写的样子，我就来气。你能不能别再荒废你的天赋了？张老师，难道这2幅画还要打分吗？我以我美院教授的身份担保，这2幅画放眼全国也都是数1数2的精品。欧教授，这个毕竟是我们幼儿园的活动。这是谁评价的低分？就算是眼瞎，也不应该给这样的作品打出1分吧？你啊，毕业后不听我的话，沦落到这里被不专业的人打分，真是活该。欧师姐说的对，是学弟的不对。先是酒吧老板，刚才是幼儿园园长，现在又是美院的教授。秦川他到底哪里好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女人围着他？难道真是我看走眼了？不，我没有错，是秦川有错在先，一切都是他的错。这不对啊，这么多人给低分，你是不是得罪谁了？那位是我的前妻，这些家长打的这些低分，是受她的影响。你们这些家长就心甘情愿在自己孩子面前说谎吗？我觉得这2幅画值5分，而且我就要给他打5分，所以我希望各位家长也可以遵循自己的本心打分。说的有道理啊！如果有人敢威胁你的话，那他就是跟我欧兰作对。孩子们都在这看着呢，咱们不能带头做坏人。就是，之前没有反对他的要求，是怕服了林家的面子。现在在孩子跟前做坏事，我不可能答应。就是。那下面该由孩子们来打分了。多少啊？糟了，我也打几分？5分，我也给5分。去吧。
小朋友，为什么你一个人打1分呀？画画的人是秦思成的爸爸，他不喜欢自己的爸爸，故意给自己的爸爸打最低分。秦思成经常跟我们说，他妈妈要给他换一个新爸爸，原来是看不上自己原先的老公，才让我们打低分的呀。就是自己的家里事不在家里解决，弄到外面像什么样子，恶心死！这样打压人家，还拉我们下水，就是奇怪啊，能这样？这样，走，走，回家走了。回家吧。都说女儿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，你家这棉袄怎么漏风啊？这是我的家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南总，不好了，你要出现新的情敌了。秦川，既然你现在已经离婚了，那你不介意和我单独一起吃个饭吧？抱歉啊，欧师姐，我这边还有点私事要处理。那好吧，那你加一个我的联系方式，等你忙完一定要联系我。秦川，你别忘了，我们还没离婚呢。我知道，所以林雪妍，我们来谈一下离婚协议的事。你真的要离婚？我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。雪妍，跟他离。正好，我这带了一份起草的离婚协议，咱们约法3章。第一，你们2个签完离婚协议之后，立刻马上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。第二，你呢净身出户，我们林家所有的钱，你1分也别想要。我没问题。好。第三嘛，为了避免给雪妍公司上市造成不必要的影响，你们2个离婚不要公开。离婚之后呢，你还是回林家住，继续做你的家务。这种霸王条款你都敢说？你疯了吧？我可以净身出户，但绝对不会再回林家，更不会继续给你们林家当牛做马。你难道还想在外面做这些工作，给我们林家丢脸吗？你林家的脸早就丢尽了，哪有资格在我川哥面前耍无赖？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带律师给我哥帮忙啊，可不能让人欺负你。放心，我来做你小替。老婆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丢脸丢到想死，你去死呗！你不是心理脆弱吗？我告诉你，直接去死！这个里边是根据我川哥的意见草拟的，他净身出户，看不上你们林家1分钱，里面写的很清楚，以后赡养费1个月2500，没意见，签字吧。1个月2500，够塞牙缝的吗？那是法院的标准拟定的，你要不服找法院去啊！川哥。哎呀，有些人可能是对我川哥余情未了，不想签吧。这高高在上的林女神，不会还爱着我川哥吧？怎么可能？既然签了离婚协议，明天上午9点，民政局见。走吧，川哥。怎么样，川哥？我表现还不错吧？多亏了你啊，要不然这离婚协议怕是签不了这么快。哼，我的养父从小教导我，商场没有永恒的敌人，逢人说话留3分薄面，不要赶尽杀绝，这才是长久生存之道。你好，我是你隔壁新搬来的邻居，
我们家的水管爆了，可以请你帮个忙吗？你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们家的水管断了，我是新搬来你隔壁的，可以请你帮我修一下吗？哦，当然可以啊，邻里之间互相帮忙是应该的嘛。真的是太感谢你了。我叫蓝唯一，怎么称呼啊？我叫秦川。走吧。现在我离秦师兄好近啊，秦师兄真的太帅了。蓝小姐是一个人在这边上大学吗？我看起来这么年轻吗？我都已经科大毕业4年了。哟，那是真没看出来。哎，不过你刚刚说你是科大毕业的，那还真是巧了，我也是科大毕业的，我是美院的。你呢？我是科大总院的。那这么说的话，你还算是我师兄了。我可以叫你秦师兄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也没想到新来的邻居居然是我的小师妹。太好了，和秦师兄更近了一步。秦师兄，你没事吧？好近，而且近距离看秦师兄更帅了。对不起啊，秦师兄，那个都怪我害你弄湿了衣服。没什么，都怪我太激动，弄坏水龙头了。那你先去换身衣服，我马上就修好。秦师兄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。那个你渴不渴啊？我去给你拿瓶水啊。哎，蓝唯一啊，蓝唯一，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啊？表白的话都到嘴边了，就是说不出来。这个秦川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我难堪，真是太过分了。不行，离婚的事情我必须找他问清楚。姐，你陪我去一趟秦川家。秦师兄，今天辛苦你了，要是没有你的话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举手之劳而已。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大晚上的孤男寡女，容易被人说闲话。我巴不得他们多说点呢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那个秦师兄，要不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，这样之后有事的话也好找你。好啊。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。我拿到秦师兄的联系方式了，艾薇还是我更胜一筹。秦师兄，我送你出去吧。哦，好。今天谢谢你，之后要是有时间的话，我请你吃饭。秦师兄的前妻怎么来了？秦川，难怪你要跟我离婚，原来是有了新欢。你这样对得起我吗？林雪妍，我们已经要离婚了，我和谁在一起跟你有关系吗？你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秦川，你跟我妹妹可还没离婚呢，你现在这行为叫婚内出轨。我婚内出轨，那他和齐思礼又算什么？我跟思礼就只是朋友，我们两个的关系清清白白的，你自己误会还要污蔑我们。清清白白，在林家他齐思礼比我更像个男主人，这就是你所谓的清清白白？我算是听明白了，这就是贼喊捉贼。你自己和别的男人拉拉扯扯，到现在反过来诬陷我和秦师兄，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林雪妍，从过生日那天起，
我就已经不是你林家的人。既然咱们已经走到离婚这一步，明天办完离婚手续，咱们谁也不欠谁的。好啊，秦川，希望明天你不要后悔。绝对不会后悔。呸！贱人，我们走。猪猪，取消和林氏集团的一切合作。家人们，这就是你们最喜欢的秦川，秦大帅哥。从今天起，他就正式恢复单身了。我就离个婚，这还有必要开个直播吗？川哥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直播的收益是非常可观的，所以今天大喜的日子必须开播。走吧。快跟上去！秦师兄离婚这种大事，我怎么可以缺席呢？快走啊！蓝总，咱们这样是不是不太礼貌啊？这有什么不礼貌的？我只是害怕李雪岩欺负秦师兄。快走！朋友们，我川哥带我去吃好吃的去了。川哥，你这个玉盘料子不错呀，哪儿来的？你是说这个？这是我当初出生的时候就带在身上的东西，说是我亲生父母留给我的。哦，川哥，其实我……快下车，有个孩子。啊！小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饿。饿？走，叔叔带你去吃饭。来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这儿没东西要给你吃。这位老板，麻烦你给这个孩子准备点吃的，钱我来付。两位先生，你们可别被这小丫头片子给骗了。她从小没爹没妈，专靠碰瓷儿混饭吃。你们这样帮她，会被她给赖上的。让你做饭你就做饭去，我们又不是给不起钱。再说，不能让小孩饿着。快去！走吧。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家住在哪儿？等会儿吃完饭，我们送你回家好不好？我叫小月，我没有家。也是个可怜的小家伙，和我当初一样。要不是养父收养我，也不会有现在的我。叔叔，我没有爸爸妈妈，你可以当我爸爸吗？也许这就是缘分，在我即将和林雪岩彻底结束的这一天，把她带给了我。川哥，可怜归可怜，收养那是另一回事啊。当初你和我不也是孤儿，被人收养才能安稳长大。既然这孩子找到我，那就说明他和我有缘。那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爸爸，我叫秦川，你就叫秦月，好不好？好。川哥，吃饭吧。秦师兄真是太有爱心了。蓝总，现在不是饭话吃的时候吧？你的秦川师兄离婚好像要迟到了。急什么？反正他迟早要离。你看，秦川和月月也太温馨了，我要给他打赏。哎，
吃点这个。多吃点，补营养。什么事儿？秦川，我限你10分钟内赶到，要不然这个婚你就别想离了。这个秦川，当初说要离婚的是他，现在说有事的还是他。雪烟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这秦川根本就放不下你。他说跟你离婚啊，只是吓吓你而已。没想到他用这种卑劣的手段，就想让我低头，就想让我向他服软，不可能。雪烟，这夫妻之间哪有隔夜仇啊？要我说，让秦川给你跪下道歉，就这样算了。如果他向我道歉的话，我可以考虑让他回林家。我已经在赶去的路上了，你还有什么事儿？秦川，没想到你用这种低劣的手段就想让我低头，我不可能向你服软。要是你向我道歉的话，我可以考虑让你回林家。林雪妍，你到底是哪来的自信？以为我对你还念念不忘？这些年我伺候林家已经够久了，让我道歉门儿都没有。秦川，今天这婚你是离定了是吧？神经病！这个秦川，他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！秦川，你雪妍，不好了，思成过敏住院了。姐，思成他怎么会突然过敏啊？你给他吃什么了？也没吃什么呀，就吃了点坚果。姐，思成他坚果过敏，你怎么不知道呀？我上哪知道去啊？这家里之前不一直都是秦川在管吗？再说了，我也不知道家里怎么会有坚果出现的。行，你们现在等着，我现在去医院。思成坚果过敏了，我们赶紧去医院吧。思成他没事吧？走吧。青阳，你带月月先回家吧，我去趟医院。思成生病了。川哥，这该不会是林雪妍为了拖延时间找了借口吧？不会，林雪妍不会拿思成开玩笑。而且思成坚果过敏这事儿，我是知道的。这些林家人连小孩对什么过敏都不知道，真不知道怎么照顾。林雪妍这次确实是过分。思成怎么样？有没有生命危险？秦川，你明知道思成坚果过敏，你为什么要在家里放坚果呀？秦川，你简直不是人，居然敢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手！你们林家人颠倒是非的本事，我算是见识到了。之前林家不是一直都是你在负责，你还敢说坚果不是你买的？你就算要诬陷，也要找一个像样的理由吧。哼，你说不是你买的，难不成是苹果多出来的不成？就是，肯定是你买的。我跟雪妍又没有买过坚果。我现在不想和你吵，我只想知道思成到底怎么样了。医生说还在治疗中，还要观察一段时间。秦川，我真的没有心情再陪你闹了。明天开始你就回林家，有什么要求随便提。林雪妍，我早和你说过，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。秦川，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啊？难道还要我求你吗？林雪妍，你永远是这么自以为是。你以为我跟你离婚只是为了让你服软求饶吗？你错了。难道真的是我一厢情愿？秦师兄，你也在这儿，好巧啊！又是你这个女人，你来这儿干嘛？你让她来的？来医院当然是为了看病。魏音，你生病了，怎么也没个人陪你啊？没有，我是陪我表妹来的，凑巧在这里看到你就过来打个招呼。秦师兄，你怎么了？你生病了吗？用得着你来关心她？你滚！你都要和秦师兄离婚了，这不激动干什么？难道你还在意秦师兄？我到底在气什么？难道我是在吃他的醋？怎么可能？医院这么大的地方，他想站在这儿就让他站在这儿好了。这秦川身上到底有什么魔力？林雪妍对他念念不忘，现在就连这么漂亮的女人都自愿跟他站在一起。
别人现在因为服用太多坚果，过敏严重，接下来要多注意饮食。你们这些当家长，平常要多注意关心孩子。司成，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？放心吧，不会的，你别太担心了。医生说了，只需要静养一段时间就好了。思成，我是爸爸，爸爸来了。我不要你当我爸爸，你是坏人。那个骑士兄，孩子刚醒，说的话你不要太在意。我去接杯水。才不是我爸爸，齐叔叔才是我爸爸。没想到，即便是病重的时候，我的亲生女儿还是不愿意认我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真的没什么好留恋了。秦川，孩子只是一时气话，你也别太当真了。齐司令，我们离婚，你应该会很高兴吧？够了，秦川，我早就说了，我跟司离只是朋友，你自己多想还要怪别人。好，你不就是要离婚吗？我成全你。齐叔叔，你可以当我的爸爸吗？当然可以，思成这么可爱，齐叔叔早就想当你爸爸了。明天上午我会准时到。我是真的不知道你们一家是不是瞎了眼，像秦师兄这么好的人还能被你们这么对待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滚出我女儿的病房！不用你看，我自己会走。不过呢，我其实还要感谢你，如果不是你离婚，我可能还没有机会。秦川，你别后悔。川哥，恭喜啊，摆脱了束缚，从此以后就跟我一样是光荣的自由身。齐师兄，送给你，离婚快乐。你怎么也来了？齐师兄离婚这么大的事，我当然不能缺席了。狐朋狗友，秦川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后悔今天做的决定。雪言，为了庆祝你离婚，我在璀璨餐厅定了位置。去那里吃饭的人不仅要有钱，还要有背景，这一般人可进不去。璀璨餐厅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也……他们想吃饭是他们的事情，不用管他。像你这样的死穷鬼啊，要不是靠雪颜，你这辈子都接受不到上流社会。哎，你知道去璀璨餐厅吃顿饭多少钱吗？说出来吓死你！行了，跟他们说这些干嘛？我们走吧。啊，走吧，月月恐怕都要饿了，咱们带她呀去吃大餐。喂，猪猪，查一下璀璨餐厅，在齐司礼旁边给我定一个位置，我要让齐师兄狠狠的打他们脸。川哥，你看看，你是不知道啊，你那直播账号开通以来，粉丝已经突破了30万，简直神速啊！爸爸好厉害呀！我也没想到能涨这么多粉丝，当然，这里面也有月月的一份功劳。齐师兄，好人有好报嘛。自从你收养了月月之后，大家都在夸你呢。喂，你好，您是？喂，你好，请问您是秦川秦先生吗？我这边呀是璀璨餐厅的负责人，自从在网上看过您救助月月的直播，我们餐厅呀就想邀请你来我们餐厅参加活动。璀璨餐厅？什么活动？是这样的，我们老板在网上看到你收留救助月月的视频啊，觉得非常感动，所以想邀请秦先生在我们餐厅做亲子直播。餐食的话呢，我们这边提供，也算是帮我们餐厅做一下宣传嘛。秦先生，您觉得怎么样？
张哥，谁听话？他说他是璀璨餐厅的负责人，邀请我参加亲子活动。秦师兄，你也太厉害了，就连璀璨餐厅的负责人都主动邀请你参加活动呢。哎，川哥，这也是个好机会。这璀璨餐厅啊，可是顶级的贵族餐厅，你要是在那儿吃不好，肯定爆火。秦先生，哎，是这样的，秦先生，我们这个亲子活动呢，需要自己携带一名女伴，您看你有没有这个人选呢？亲子活动为什么要带女伴？而且我这儿也没有合适的人选。川哥，谁说没有？这不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嘛。蓝师妹这么好的人，不就在这吗？我也想让蓝阿姨跟我去，而且我最喜欢蓝阿姨了。我也最喜欢你了，月月。秦师兄，你看我可以吗？爸爸，求你了嘛。好，我会去的。既然月月都这么说了，我怎么能拒绝？太好了，蓝师妹啊，你可一定要好好照顾川哥，我看好你。猪猪、月月还有杨哥，你们真是太给力了。爸爸，这里好大呀！晴川，你是怎么混进来的？这里可是璀璨餐厅啊！哼，你们这样的乡巴佬，简直是脏了这里的招牌，赶紧滚出去！秦川，这个小丫头是谁？她刚才为什么叫你爸爸？这和你没有关系。你给我解释清楚，这个小丫头为什么叫你爸爸？是不是你跟这个女人的见种？秦师兄都已经说了，跟你没有关系。这位大姐，我麻烦你摆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你跟秦师兄已经离婚了。好啊，秦川，婚前提前养了个小三和小贱种，我算是看清楚了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王八蛋。我不许你这样说我爸爸，你是个坏女人。林雪妍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们之间彼此的生活，没必要跟你解释。雪妍，不管这晴川是不是婚内出轨养的小三，哼，他居然敢来璀璨餐厅，这要是让人经理知道，肯定把他轰出去。贱人，我就看你怎么被轰出去。现在人家经理已经来了，我看你怎么办。蓝总，蓝总，蓝总，你怎么才来呀？都等你半天了啊！来，包间这边已经准备好了，来这边请。我还以为说的是你呢。我也没想到这么巧，他也进来了。原来是虚张声势啊！我劝你们还是赶紧走吧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请问是秦川先生吗？您的位置已经帮您准备好了，请。月月，我们走吧。看不起谁呢？别以为只有你们能在璀璨餐厅吃饭。哎，你这个秦川，他一定是故意的。他知道我们会来这儿吃饭，所以故意找个女人来气我。晴川这个窝囊废是怎么进璀璨餐厅的？哎，我为了这里的位置，可是提前半个月开始预约的。月月想吃什么？随便点。谢谢薇薇阿姨。就是薇薇阿姨，你可以做我妈妈吗？月月，咱们还是少说这些让阿姨难堪的话啊。没事没事，其实我也特别喜欢月月。再说了，当她妈妈也不是不可以。哎呀，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混进的璀璨餐厅啊，但是这土鳖就是土鳖，这里的饭菜，你们点得起吗？秦川，我知道你在逞强，故意在这定了位置，
但是你这种拙劣的方式想跟我复婚，我很讨厌。林雪岩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恋？我这次来是为了配合璀璨餐厅的活动，跟你没有关系。臭不要脸，居然还以为秦师兄是为了你才来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秦川，你现在要是愿意离开，我可以考虑给你个机会复婚。青春，你听到雪岩的话了吗？哎，像你这样的废物，离开了林家什么都不是。我劝你啊，还是乖乖听雪岩的话啊！我最后再说一遍，林雪岩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从今以后我也绝对不会再跟你复婚，别做梦！不许你们抢走我爸爸！月月，小丫头片子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哪来的野种？司礼，你再敢动我女儿一下，我打断你的手！你一口一个女儿，思成才是你的亲生女儿。你现在为了这个小贱种动手打司礼，我早就看他不爽，搬弄是非，挑拨制造矛盾。思成过敏跟这家伙脱不了关系。你血口喷人，我看你就是嫉妒。秦川，你别忘了，我当初为了给你生孩子，可是放弃了我的芭蕾舞事业。秦师兄为了你放弃了更多。再说，孩子又不是他一个人。秦川先生是我们老板亲自邀请的贵客，如果两位再闹事，我们老板说了，你们两位从此以后不用再来璀璨。这个青春，难不成是璀璨老板亲自请来的？雪岩，这里毕竟是璀璨，咱们还是先去吃饭吧。真是个自恋女人。秦师兄，幸好你跟他离婚了，不然不知道要吃多少苦。我们还是先用餐吧。我们老板说了，为了表达歉意，特意为秦先生准备了一瓶82年的罗曼尼康帝。先生请慢用。82年的康帝，那可是价值100万的红酒。这秦川到底是什么人呢？秦先生，这次跟您的合作，我们老板很满意，中间发生了一些小插曲，我们深表歉意。今天毕竟是我在餐厅先动的手，该道歉的是我，您客气了。走吧。秦师兄，你看那边，好像是林雪岩，他好像喝多了。不用管他，咱们走，回家。原来一直都是我在自作多情，秦川真的已经下定了决心。雪岩，要不你待会儿自己回去吧，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。如果换成秦川的话，他一定不会抛下我。当初我到底为什么会选择齐思礼，冷落了秦川呢？这些年我真的错了。我的肚子好痛，秦川，秦川，我的药呢？秦川居然这么久不联系我，看来还是得我主动出击。蓝总，不好了，我看安薇小姐朝秦川家过去了。
这么晚了，难不成魏婴又有什么事？艾小姐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怎么还喝这么多酒啊？怎么了，秦大帅哥？我不能来找你吗？秦大哥神，你这么紧张干嘛？艾小姐，这大晚上的孤男寡女，你是有什么事儿吗？你不是说要被我包养吗？可你不主动来找我，我只能主动来找你了。艾小姐，你喝的有点太多了，你先坐会儿，我给你倒杯水啊。秦川，我就不信这样都拿不下。我这样他还不动心？不行，今天我必须把他拿下。你过来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秦师兄，你在吗？我看到你家进了个陌生人。秦师兄，你没事吧？秦师兄，这是我邻居，我去看看他有什么事儿啊。大晚上的，谁家女生来敲独身男生的门啊？肯定是心怀不轨。秦师兄，秦师兄，你没事吧？原来是你！来文烨，你真是好算计啊！你们认识？认识啊，当然认识，何止是认识，我跟艾小姐可是最好的闺蜜。对，好闺蜜，真是好闺蜜。来文烨，你今天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！那就好。艾薇小姐她喝多了，魏婴，你带她赶紧回去醒醒酒，我这儿毕竟不太方便。不是我喝醉？艾薇，你不是号称千杯不醉吗？居然也会喝醉？堂堂蓝氏集团的蓝总，却要为了个男人算计他的姐妹，连师兄都叫上了，也是进展不慢了。我没有想过算计你，而且再说，这是靠我自己本事得来的。而且秦川本来就是我的师兄。今天晚上这么热闹呀？什么事儿？秦川，我身体不舒服，肚子好疼，你能不能来一趟，照顾我一下呀？林雪妍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别喝那么多酒，你这是自作自受，我不会去的。你让齐思礼或者林雪珍陪你去趟医院吧。我联系不上他们。齐思礼，就那个小三儿，我知道他在哪。这我走的时候啊，还看见他在酒吧里点了3、4个姑娘喝酒呢。真是个渣男，前脚还追着林雪妍那个蠢货，结果呢，背地里边这么花。这男人就没一个是好东西。当然，秦大哥身除外。药在最底下抽屉那个蓝色小箱子里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胃痛就吃2粒蓝色胶囊，少喝点酒，对你身体不好。真的是我亲手毁了这个家，我以前怎么没意识到秦川对这个家这么重要？我一定要挽回他。说说吧，我亲爱的蓝总，为什么会为了这么一个男人，居然放弃我和你这么多年的友谊，还隐瞒身份和他成了邻居？其实我们还是朋友了。你少来！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，
你也不是那种见色起意的人，说到底是为什么？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如果当初不是秦师兄，就不会有现在的我了。救命恩人？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啊？那是15年前的事了。这就是蓝家的千金，只要把她给绑了，我就不信蓝家不出钱。把这小丫头的手指切掉一根，给他爹送过去。你们做什么？放开那个女孩！你个臭小子也敢多管闲事，给老子滚远点！别怕，我叫秦川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有事的。操！小子居然敢报警，找死！都别动！从那以后，我就喜欢上了他。为了离他更近，我还考上了和他同一所大学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怪不得你这些年对男人都保持距离，合着是心里早就有人了呀？所以我已经错过他15年了，这一次我一定不会错过。放心好了，我支持你，毕竟谁让咱们是最好的姐妹呢。好了，天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猪猪，计划取消，不用扎阿威的车胎了。青阳，过几天是我养父生日，你说我送个什么礼物好呢？孟叔生日啊，我也不知道送什么好，要不直接送一笔钱？他肯定不会收的。上次我就提过，每个月给他们打一笔钱，都被他拒绝了。秦师兄，为什么你姓秦，你的养父却姓孟啊？以前我也姓孟，只不过后来我养母生病，把我赶出家门，就不允许我姓孟，然后我养父就让我姓秦。生病，赶出家门？嗯。秦师兄，你……秦川，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哎呀，这林雪岩怎么又来了呀？川哥，要不我把他赶出去？臭不要脸的，都和秦师兄离婚了，还过来纠缠秦师兄。哎，我去吧，林雪岩这人你们应付不来。哎，秦川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会改正的。我们复婚吧，复婚吧。我以后保证离那个齐思离远一点。林雪岩，你还是不懂，咱们两个之间的问题是你，不是齐思离。我们两个已经不可能了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把这些错误都改掉的。我们已经回不去了，你走吧，以后请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听到了吗？我男朋友已经说了，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。你们在一起了？对啊，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。等你们离婚冷静期一过，我们两个就去领证。秦川，你不是一直想找到你的亲生父母吗？我这里有他们的线索。你有我亲生父母的线索，他们还活着吗？告诉我。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，我就把我知道的全部线索都告诉你。我是不会跟你复婚的。我可以不要求你复婚，但你要回到林家，像以前一样对我们好，照顾我们，而且离这些不三不四的人远一点。你说谁是不三不四的人？我绝对不会再回林家。秦川，
你不是一直想找到你亲生父母的线索吗？你真的不考虑一下？我绝对不会用我自己的人生去换那所谓的线索。你回去吧，也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你的算盘打错，现在我是绝对不可能再把秦师兄让给你。难道在林家的日子真的让他那么难过吗？猪猪，去彻查一下秦师兄的身世，务必要找到秦师兄亲生父母的线索。他林雪岩能做到，我蓝微音一样能做到。妈，爸，我回来了。你滚出去！我不想看见你！你给我滚出去！小川是咱们的儿子，他给咱们过生日来了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不是，他不是我儿子，他根本就不是我儿子！不是！爸，我妈的狂躁症真的没办法根治了吗？小川，你坐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哎呀，小川啊，关于你妈的狂躁症和你的身世，现在也是时候跟你坦白了。爸，你说我的身世，你难道知道我的身世？其实你的身世，我知道的也不多，你妈她是清楚的，她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所以我只能说一些我知道的一些情况。我妈知道？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妈为什么瞒着我？小川，我只能告诉你，你的亲生父亲姓秦，而且跟你妈是认识的，甚至有可能和你妈有仇。爸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什么叫和我妈有仇啊？其实当年你妈生孩子难产，孩子死后，你妈就开始疯疯癫癫了。不知道哪天，她从外面抱回来一个孩子，那个孩子就是你。所以说，我不是被遗弃的，是被我妈偷抱回来的。对不起，小川，这件事情我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告诉你，毕竟是因为我们，才让你经历了这样的事情。难怪这么多年，我妈对我又打又骂的，我还以为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好。这些年苦了你了，你今天能来，我就已经打定主意要把这件事告诉你了。其实，如果你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，那也是最好不过了。贱人，都是贱人！你是贱人，你妈也是贱人，你全家都是贱人，都是贱人！好了，老婆，姓秦，又和我养母有仇，会是谁呢？妈，臭小子，舍得回来了？都跟你说了，让你进你爸公司去帮忙，你偏不，还非得要自己去拼搏。咱们秦家这么大的基业，以后早晚都要留给你。对了，妈，这个玉牌一共有几块啊？你在意这个干嘛？这玉牌是我当初找专人定制的，一共有2块，还有1块在你失踪哥哥的身上。难不成川哥就是秦家当初丢失的那个亲生儿子？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啊。对了，过2天4大家族举办的宴会，这次要去吗？这种宴会本来就是由咱们秦家牵头举办的，我自然是要去的。也许可以让妈和川哥在聚会上见一面。爸爸，学校那边有亲子运动会，你明天有时间吗？当然有时间了，这可是月月的第1次亲子运动会，我怎么能没时间呢？太好啦，那我能带微音阿姨一起吗？
月月，微音阿姨她……秦师兄，我做了一些蛋挞，给你和月月拿过来了些。是微音阿姨来了，我要让微音阿姨和我一起去。秦师兄，我做了一些蛋挞，给你和月月尝尝。哦，那个微音，你明天有空吗？月月他们幼儿园要举办亲子运动会，我想邀请你一起参加。我当然愿意了，月月这么可爱，我怎么会不愿意呢？太好了，我有爸爸，还有微音阿姨陪我参加运动会了。那麻烦你了，微音，主要是月月这丫头太喜欢你了，非要拉着你跟着一起去。不麻烦的，毕竟月月从小就没有了爸爸妈妈，我也想让她有一个美好的回忆嘛。那你以后有空的话，能不能过来多陪陪月月？毕竟她真的很喜欢你。当然可以啊。月月，我真的太爱你了，你简直就是我和秦师兄的小红娘啊！秦先生，您上次在我们学校留下的话呀，大家都特别喜欢。张老师您好，最近月月在学校表现怎么样？秦月呀，特别乖，我们老师们啊特别喜欢她。就是她最近和思成闹矛盾。对不起，爸爸。思成姐姐总说你坏话，我才……月月又没做错什么，不需要道歉。要是不喜欢思成，以后不跟他一起玩就好。嗯。让开！爸爸，只能是我一个人的爸爸。月月，月月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受伤？思成，你怎么能推妹妹呢？现在立刻给妹妹道歉。她才不是我妹妹，我不要这样的妹妹，我不道歉。秦川，思成就只是推了她一下而已，又没有受伤，你说这些干什么呀？再说了，她就是你的养女，思成才是你的亲生女儿。你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孩子的吗？明明就是她的错。月月是我的养女，可是那又怎么样？思成做错了事情就要道歉，亲生女儿也不例外。道歉！你个坏人！我不要你这样的爸爸了。哭也没用，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这些年林家人太惯着你了，小小年纪无法无天。你说这些干什么呀？他还只是个孩子。思成是孩子，难道月月就不是了吗？思成做错了事就道个歉，这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吗？我算是知道了，好好的一个孩子，为什么会被教成这样，都是你们林家人自己惯的。我们林家怎么教育孩子，用得着你在这多嘴？思成，现在给妹妹道歉。道歉？道什么歉？哼！青川，你也配当思成的爸爸？齐叔叔才是我的爸爸，我不认你这个爸爸了。思成，不可以说这样的话。你记住，秦川他永远都是你爸爸。现在终于知道自己的孩子说话过分了，早干嘛去了？思成，你今天就是躲在谁后面也没用。思成，道歉吧。雪言，你怎么也让思成道歉？你没看出秦川这次是认真的吗？在幼儿园没必要为了一件小事跟他纠缠。思成，道歉。对不起，没关系。好了好了，各位家长啊，接下来呢是咱们亲子运动会时间，请各位家长早做准备。真是个白眼狼，还认贼作父。秦师兄，这样的女儿不要也罢，还是我们家月月好。
既然思成姐姐不想当爸爸的女儿，那我当爸爸的女儿。以后就只有月月是爸爸的女儿了。各位家长，咱们这次运动会的第1名啊，将获得我左手边的限定款公主裙，希望各位家长踊跃参加。话不多说，运动会现在正式开始。爸爸，我想要那个裙子，我想当小公主。那咱们待会儿加油，争取拿第1名，好不好？我才是小公主，这条裙子，这条是我的。不就是个裙子吗？思成想要，齐叔叔待会就拿给你。月月，咱们不管他们，走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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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愉快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。这次运动会的第1名呢，已经有了结果，那就是秦川一家。太好了，谢谢爸爸，谢谢文言阿姨。月月，快去拿奖品吧。爸爸妈妈，爸爸是不是真的不要咱们了？连赢的奖都不给我们了？思成，爸爸不会不要我们，他只是生气了，等他消气就好了。不就是个裙子吗？思成喜欢，齐叔叔我给你买啊。思礼，我有些累了，我先带思成回去。这个林雪岩居然还对秦川念念不忘，看来是手上点手段拿下他了。今天多亏了你啊，要不然月月不会这么开心。我今天也很开心啊，我已经很久都没有放松过了。如果当初我遇见的是魏婴，会不会我已经拥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？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艾大小姐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赶紧过来，你赶紧带着秦川过来，有好戏看。你在说什么呀？神神秘秘的。就是那个叫齐思礼的家伙，居然在和秦川前妻的姐姐发展不正当关系。什么？真的假的？那你等我，我现在带着秦川师兄过去。等我。发生什么事儿啊？看你好像很高兴。秦师兄，报复林雪岩那个女人的机会来了。报复林雪岩？到底什么事儿啊？一路上神神秘秘的。嘘。齐思礼，没想到他们居然是这样的关系啊！思礼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林氏集团可就要上市了，到时候再想把林氏集团从我妹手中抢回来，可就难了。哎呀，我也没想到，这林雪岩到现在还对秦川念念不忘呢。我妹这种人从小就自私自利，现在倒装得深沉起来了。她要是真喜欢秦川，怎么可能冷落他这么多年？哎，这林雪真倒是说了句人话。不过她可是林雪岩的亲姐姐，怎么会联合外人谋夺自己家的财产？林氏集团唯一的掌舵人是林雪岩一人，估计是林雪珍心生妒忌。这样，找机会给林小爷，等我彻底办了，就不信他还会拒绝我。这果然不是个好东西，手段这么下流。
不应该啊，怎么这么久还没来？你在看什么呢？我一早啊就给林雪妍发了消息，这种刺激的事情，当事人怎么能不在场呢？哼，堂堂蓝总居然有这么恶趣味的时候。蓝总？什么蓝总？啊！姐，你们两个在做什么？怎么会一起在这儿？雪妍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说陪思成参加运动会很累了吗？雪妍，别多想，我跟雪珍就是有事儿。你以为我是傻子啊？你们两个在做什么？我会看不出来吗？李雪妍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，被自己的亲姐姐和男朋友算计的滋味不好受吧？原来是你这个贱人在搞鬼，我饶不了你！我，齐思，你也配当个人呢？雪妍，雪妍，都是他逼我这么做的，我是冤枉的呀！林雪珍，你是我亲姐，你为什么要联合外人一起算计我呀？李雪妍，像你这样的人，迟早众叛亲离，你知道吗？林雪珍可是很早就找我来对付你了。真是一出好戏啊！李雪妍，你能有今天的下场，就是你自作自受。姐，到底是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？林家偌大的产业，妈妈全留给了你，他们有没有想过我才是老大？我呢？所以就因为这件事情，你就联合外人一起算计我？哼，当然不止这些。林雪妍，我一直都嫉妒你有秦川这么好的老公，嫉妒你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可我什么都没有。凭什么啊？我要毁了你，毁了你的一切。还记得你女儿过敏的事吗？那坚果是我放的。你连小孩子都不放过，你还是人吗？原来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我误会秦川。是你因为齐思礼冷落了秦川，别把什么错都怪在我头上。咱们走吧，没必要跟他们浪费时间。走吧。都是因为你，害得我功亏一篑。你，秦川，秦师兄，秦师兄，秦川，没事吧？秦川，秦师兄，保安，秦师兄，你没事吧？秦师兄，秦师兄，你没事吧？猪猪，秦师兄受伤了，快给我找最好的医生。还有，我不想再见到齐思礼这个人。
这是哪儿？秦师兄，你终于醒了。魏莹，你把我抱得太紧。已经错过你15年了，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你在我面前溜走。15年？魏莹，你在说什么？其实15年前你救过我一次。原来15年前那个小女孩是你。所以秦师兄，我已经错过你一次了，这一次我绝对不能再错过你。秦川，这个女人她一直在骗你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是来戳穿她把戏的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这个女人她一直都在骗你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有没有胡说八道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堂堂蓝氏集团的总裁，居然伪装成一个小女孩，故意接近秦风，你还敢说自己没在骗她？蓝氏集团总裁？所以上次璀璨餐厅是你安排我去的？秦师兄，你听我解释。秦川，你别听他的，他说的这一切都是在骗你。我知道我以前伤害过你，但我现在真的已经悔过了。只要你愿意的话，我们是可以重新开始的。所以就连你搬到我家隔壁找我修水管，这些都是假的。秦师兄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。秦川，让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。我知道当初我们的婚礼办得比较草率，我可以向你求婚，你娶我好不好？为什么？我是害怕你知道我的身份，就不敢跟我接触了，所以我才……我是说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没必要向我隐瞒身份。我喜欢的是你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。秦川，他可是一直都在骗你啊！是啊，他是骗了我，但我知道他是因为爱我所以骗我，而你从一开始就是在无止境的压榨我。我从来没有那么想过。秦川，我们这个家需要你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让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要付出代价了。我现在已经放下我的自尊了，难道这还不够表明我的决心吗？林雪岩，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失败的，如果有的选，我甚至不希望你会是我女儿的母亲。事到如今，你说出这样的话，当初我为了给你生思成，我受了多少的苦，还有这些年你在我家的吃穿用度，哪一样我少了你？你现在就是这么对我的？付出从来都不是单向的。林雪岩，我爱过你，所以我可以包容你的一切，包括你的家人。可如今，我不爱你了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你在骗我，是不是？你干什么？秦师兄现在是我的男朋友，你靠得这么近干什么？秦川他是我女儿的爸爸。林雪岩，你哪来的脸说这些话？就连我一个外人都看得出来，你的女儿根本就不愿意认秦师兄当爸爸，这难道跟你没有关系吗？
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还不是他秦川平时表现太无能了。跟你没有关系，是你自己偏听偏信齐思礼，对他要比对秦师兄好上100倍。你的女儿跟你，自然也随你，是你自己做的孽。你少在这强词夺理。要是他秦川表现的样样都超过司礼，那司成能不认他吗？所以在你的眼里，秦师兄根本就比不上齐司礼。那思成怎么想？既然你觉得秦师兄那么不堪，那你现在为什么要千方百计的挽留他？因为我爱他。不，你根本就不爱他，你爱的从来都只是你自己。林雪言，我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以后我不想再看到你，你走吧。秦川，你一定要表现得这么绝情吗？听不明白吗？秦师兄现在不想看到你，你要是不走，就别怪我找人赶你出去。秦师兄，你真的不会怪我吗？你隐瞒身份，我又没损失什么，我为什么要怪你？秦师兄，你真的是太好了。文英啊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我当然愿意。川哥，我们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？要不我带月月先回去一趟。好了你，进来吧。哈哈，川哥，你身体感觉怎么样？我没什么大碍，放心吧。月月也不要担心，爸爸没事的。那个，我先出去问问医生秦师兄什么情况，我先走了。爸爸，文英阿姨是不是要当我妈妈了？可喜可贺，川哥，你不仅摆脱了林雪言那个女人，而且收获了真正的爱情，恭喜啊！哦，对了，最近4大家族要共同举办宴会，要不陪我去一趟？你之前不是最讨厌这种宴会了吗？怎么这次这么主动？哎呀，你别管了，就帮我这个小忙，你就陪我去一趟呗。去当然是会去，只不过我可不能陪你去。川哥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那4大家族共同举办的宴会，那普通人想进都进不去啊。其实魏婴是蓝氏集团的总裁，他是蓝氏家的千金，既然举办了宴会，你觉得他不会去吗？真假的？蓝氏集团的总裁，川哥，艳福不浅啊！爸爸，文英阿姨好厉害啊！好啦，到时候宴会我和魏婴一起去，这下你满意了？可惜了，可惜了。你家那位怎么没来？上次都陪了你啊。秦师兄，今天来的都是各行各业大佬级别的人物，尤其是秦家的那个秦山河。等一会儿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 4大家族之首，秦家的家主。来，哎，好啊，好啊，你就是秦川吧？难怪我们家茵茵啊喜欢了你这么多年，长得可真俊。妈，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你怎么能胡说呢？秦师兄，这2位就是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。伯父伯母，你们好。你的事情呢，茵茵都和我们说了，我们2口子的意见嘛，只要茵茵喜欢，那我们就喜欢。等宴会结束以后，咱们爷俩好好聊一聊啊。当然可以，
毕竟我们的婚事也确实该早点提上日程了。秦川怎么也在这里？算了，先跟秦家达成合作，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。秦山和秦老爷来了。哎，秦老爷来了。怎么会是他？川哥，伯父好，伯母好。你就是秦山河那个养子？这个秦山河，把你当宝贝一样雪藏了这么多年，怎么，如今舍得放出来了？蓝叔叔，是我一直不喜欢来这种场合，跟我爸没关系。秦阳这孩子一直不肯占着秦家长子的身份，这些年在正式场合没出来过。嫂子，你们养了个好儿子啊！对了妈，这位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的秦川。川哥，我爸我妈。伯父伯母，你就是秦川，和当年的山河好像，是巧合吗？为什么我看到秦阳的养母会有一种亲切感？对了，川哥，我记得你有一块玉牌，能不能让我看看？玉牌？什么玉牌？可以是可以，不过看这玉牌干什么？我有一块，一模一样。你是我儿子？啊！你说我是你儿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哦，秦夫人，你可不要被他给骗了。这个秦川就是一个骗子，你可千万不要被骗了，他不可能是你儿子。林雪珍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知道你想要来找秦川复合，不过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。你毁了我，我也要毁了你。你是谁？你说他是骗子，是有什么证据吗？怎么哪儿都有他们，真是阴魂不散。秦夫人，秦川是我妹夫，我可以作证，这个玉牌是假的。妈，你别听这个女人的话，她就不想我川哥好过。哼，是真是假，找个人验一下就知道了。关老就在现场，玉石方面他可是专家。抱歉了，秦先生，你别听我姐太胡说，我现在就带她走啊！哎呦，你拉我干嘛？秦川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是秦家的儿子？哼，难怪秦川要和你妹妹离婚，有你这个姐姐撺掇，他们不想离都难呢。我同意验证，我也想知道我亲生父母到底是谁。关老，麻烦您了。小事而已，小事而已。来，哦，这玉牌是真的。这怎么可能？这玉牌怎么会是真的？你是不是看错了？我在玉器行业从来都不会看走眼，这玉牌乃是一对，价值何止千万。我如果看错，岂不是砸自己招牌？所以，我真是你们的儿子。没想到有生之年，我金山河还能找回自己的儿子，真是老天开眼呐！儿子，我找了你20几年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妈，爸，孩子，
这些年你受苦了。想当年，不知道是哪个天杀的，将你偷偷抱走，害得我们母子俩分开这么多年。妈，你知道孟兰吗？她是我的养母，我养父说过，她当初精神失常，抱走了她仇人的儿子。不知道您和她是？原来是孟兰，怪不得，早知道当年我就不该可怜她。皇姨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齐师兄会说您和他的养母是仇人？想当年，我和孟兰曾经是一对好姐妹。当初她和老秦相亲，没看上老秦，于是把她推给了我。后来她知道了老秦的真实身份，彻底和我决裂。之后她的孩子夭折，我可怜她，就将她带回了家。没想到她却偷走了我的孩子。原来是这样，因为自己的嫉妒心毁了一个家庭。今天咱们一家人能相认，已经是最好的结果。况且你还带回来这么好的儿媳妇儿。老金呐，待会儿咱们俩可得好好的喝一杯哦。好。徽因可是个好姑娘，有你陪在秦川身边，我可就安心多了。川哥，我是怎么都没有想到，你竟然是我亲哥！我也没想到还有个弟弟，不过要是你，我就好接受多了。秦总、蓝总，刚刚那些话都是我妹妹让我说的，跟我可没有关系啊！你们可千万不要放过她。你不说话，我还把你们林家姐妹给忘了。从今以后，断绝秦家与林家的一切合作关系。我蓝家也是如此。怎么会这样？李雪岩，看到了吧？这就是你的报应。秦川，我跟你之间真的再也不可能了吗？林雪岩，我现在已经有爱的人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辜负他，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好啊，今天我秦家真是双喜临门。我秦山河不仅找回了自己的儿子，还有这么优秀的儿媳妇。各位来宾，走吧。今天我做主了，这场宴会就当做我儿子秦川的订婚宴。好，恭喜！恭喜！恭喜！恭喜啊！恭喜！恭喜！